这是块什么骨头？腹部不是正常的形态，有一个另外的其他的某种动物的骨骼。快点看，这具女性人体的骨骼，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埋葬，为何会出现跟动物合葬的情況？那么墓主人生前到底經歷了什麼？為何如此奢華的陪葬品還會出現動物的屍骨？女屍胯部更是發現了極為不堪的一幕，專家隨即罵道：太無恥！從女屍的骨骼分布就不難發現，生前的女子一定受到了非人般的痛苦。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她究竟是誰，又是如何去世的。在2014年山西的臨汾桃寺北鄉北邊的一片荒地上，一群考古工作者正在進行忙碌的作業。因為之前在這塊荒地上發現了盜洞，也就意味着盜墓賊可能還會在後續光顧該地。於是山西省考古隊牽頭對該地進行搶救性挖掘。原本在剛剛進行考古的時候，考古隊員認為該墓葬規模不大，但是在一系列探查之後，墓葬的規模漸漸超出了人們的相信。雖然這地方肯定不是王侯的墓葬，但是卻是一片規模龐大的家族墓。在隨後的發掘中，考古隊挖出5座春秋晚期的晉國墓葬，其中2座規模頗大。於是考古隊把工作重心放到了那座最大的墓葬上，並把其編號為1號墓。從建造的手法來看，這座墓屬於基石墓，上面基石對於墓葬起到了保護作用。當然，這種規模的墓葬只有當時的貴族才有能力修建，因此這也進一步的肯定了墓主人的地位。雖然在相關的墓葬上面，流沙墓和基石墓對於墓葬的保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有可能因為修建的工程問題，造成墓地的塌方，這座墓的基石就存在相關的問題，並且把下面的陪葬品砸得稀爛。雖然在陪葬坑裡面，因為客觀的墓葬原因，陪葬品遭到了損壞，但是考古隊並不沮喪，他們繼續打起精神來，挖掘着這座墓葬的其餘角落。因為在挖掘之前，考古隊認為這座墓葬的墓主人是男性，於是考古隊搜索着代表男性社會地位的器物，比如寶劍之類。可是就連墓葬裡面的青銅鼎都被挖出來了，相關的證明物品依舊沒有找到。這個時候，考古隊才發現了自己犯了先入為主的錯誤。其實在這座大墓裡面，所有的陪葬物都屬於一位超規格下葬的女性。按照古代的社會地位來看，一般來說，男性無論生前還是身後，所擁有的財富和器物都是超過女性的。陪葬品亦如是，所有的春秋戰國時期大墓，按照經驗來看都是這樣的，特別是不會出現兵器，是很好的辨認性別的一個方式。那麼，為什麼最大的墓穴卻是葬着一位女性呢？一時間，考古隊也無法回答相關的問題，並且在挖掘的過程中，考古隊還發現一條正對1號墓的盜洞，只不過快要到了主墓室的位置之前，一位在盜洞前方出現了2層厚厚的底板基石，阻止了盜墓賊的前進。於是乎，盜墓賊只能放棄對於主墓室的挖掘，開始轉而盜取旁邊的那一座墓葬。旁邊的墓葬從相關的情況看起來，並沒有如此規模龐大的防盜措施，因此遭到了盜墓賊的盜掘。而2層厚厚的基石，也讓考古隊更加肯定了墓主人的身份尊貴的地方。從墓葬修建的繁複程度來看，這位墓主人至少是一個士大夫的夫人。隨後，考古隊也挖掘了1號墓旁邊的墓葬，從相關的位置等等條件和環境來看，再者緊緊貼着1號墓，因此考古隊認為這是1號墓墓主人的丈夫的墓葬。雖然在其後的考古工作裡面，考古隊挖到了一具男性的遺骸，但是因為遭到了盜掘，沒有出土任何可以直接證明墓主人身份的物品。於是考古隊繼續挖掘旁邊的1號墓，
雖然因為石塊的原因砸碎了不少文物，但是也有不少文物埋在沙土裡面，從而保存下來。青銅器、玉器，甚至還有一套完整的編鐘，特別是在編鐘上面還發現了此前考古發掘工作中都沒有看見過的盤蛇花紋。雖然沒有直觀的證據和資料，不過考古隊推測出這應該是代表這個墓葬的家族圖騰。緊接着，考古隊終於發現了墓主人的屍骸。令人驚奇的是，墓主人似乎是懷着身孕去世的。在古代的醫療和衛生條件下，這也是合理的情況。此外，考古隊在這位墓主人屍骨的腹部附近發現了一些細小的骨骼，看上去是其胎兒。不過，對於和母親這種方式合葬，考古隊也是第一次見。於是，相關的考古隊帶着遺骸去請教了有關研究人類學的學者，得到的答案是，這的確是未出生嬰兒的骨骼，但是看骨骼所處的位置，似乎並不是臨盆難產而死。結合墓葬裡面的情況來看，專家們認為，可能是這對母子在接近臨盆的時候感染了某些疾病，或者發生了什麼意外而去世的。於是，還在人世間的丈夫就把這位墓葬的女主人和未出世的胎兒一塊合葬在了一起。那麼，對於這位墓主人作為一個女性，墓室的奢華程度如此讓人驚訝，考古隊也結合現場的情況，做出了2種可能性的推測。第一種是，墓主人的娘家在晉國的朝廷裡面存在極高的政治地位，因此墓葬的豐富程度超過了自己的夫家。還有一種可能是，原本這對夫妻都是晉國的貴族，墓葬的女主人先於丈夫去世，當時的家庭條件對於女主人可以進行厚葬，但是在其丈夫去世之後，因為一些不知名的原因，導致家道中落，這個家族再也無力支撐起龐大的喪葬。於是，在這座墓葬裡面，女主人的墓葬豐厚程度要遠遠大於丈夫。這自然也是在合理的情況之中了。雖然這個近代古墓群的發掘價值十分豐厚，但也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去仔細研究推敲。當然，相逢這座古墓群，可以見證從兩周到戰國2個時代的興衰和滅亡程度。好了，今天視頻就到這裡，點個關注，點個讚，我們明天接着看。